Hello，大家好，每天读经5分钟。今天我们再来继续读六祖坛经行有品的进度哈，越读越后面了。上一期呢，我跳到了附属品，跟大家聊了一下六祖坛经本身这本书哈。那上一期是有提到说，六祖慧能他还在附主品的时候，就是他76岁，准备告诉弟子说自己过2个月要离开世间了。这时候有弟子问他说：“以后你要传承接班人要交给谁？”哈，后来六祖慧能就说：“我传法不传衣钵了哈，因为达摩祖师心法还有达摩祖师交代的意思就是，衣钵不传下去了。但是呢，他有指定说，六祖慧能有指定说，以后呢，因为从行有品这边大梵寺讲堂讲课，一直到他76岁这段时间，有很多的内容呢，讲课内容呢都抄录下来了哈，都抄写并且流通出去了。所以说，将这些内容集结成《法宝坛经》哈，以后根据他这些10大弟子，根据《法宝坛经》的内容来渡人来讲课的话呢，自然而然呢，就是不离开达摩祖师的宗旨哈。所以说，昨天是跳到附属品来聊了一下这段内容哈。换句话说呢，六祖坛经是六祖活着的时候，他就要求弟子呢整理整理、集结集结，有点像作家哈把一些作品集结，然后出一本书一样。所以说，六祖坛经内容是六祖慧能认证的，而且也是他指定说，按照这个六祖坛经的内容来传法呢，就不会离开了那个达摩祖师的宗旨哈。而且呢，它本来就是中文写成的，没有经过翻译哈，所以是特别的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是要回到行有品来继续读这一段后面这边的重点哈。那今天我们来读一小段这个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这个部分。上期我们有聊，我有简单聊了一下说哈，其实这段话呢，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分享心得交流哈。这段话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的面向来聊。那我上次有点简单提到一下，是说哦，风动呢，你可以看作是外境的影响；幡动是讲可以看作你自己自身身心的变化。而这个呢，仁者六祖慧能说的仁者心动呢，你可以看作是已经进入到潜意识的阶段了哈。那今天的话，我再来看一看呢，对这一段话有什么心得？大家可以，我就先想到什么就把它提出来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做简单的汇整哈。今天我想要提的就是，其实我有想到2、3个角度可以去连结，但我们先讲其中一个就好。首先呢，我从一个角度就是，我们知道呢，一切我们说物质，再来说超越物质，再来就是心灵。所以说，比方说好了，我们就用 AI 机器人来举例好了。一个一个人，一个机器人，它会动。第一个层面当然是翻动。翻动代表是什么呢？翻是不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东西？它是一个物质实体，对不对？它有颜色，眼睛看得到，眼睛看得到的就是物质实体。所以说，第一个层面呢，物质实体，我们从现象层面先观察到物质实体本身的动作和变化，这是第一个层次，就眼耳鼻舌身意，你看到东西，听到东西，这是第一个层次哈，这是翻动。所以说翻动你也可以看作是说，世间一切的东西，它在运作，在变化。第一个，我们一定是去了解它
物质层面动作的原理。换句话说，最开始提出翻动的人，他就好像传统牛顿一样，他探讨的是物质的运作的原理，力学这些东西，就是物质之间的运作状况。那如果说以我举例的机器人而言的话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要造一个机器人的时候呢，早期的人可能用木头，或者用金属，先把这个机器人的人形的这个骨架给造出来，把它的关节连接起来，就像我们的人的肉体一样，你要有手、有脚、有关节，然后要有可以活动，对不对？可以伸展，可以运动，可以站立，对不对？你要先把这个物质层面的东西的运作的道理先理解了，你才能够做出这个物质层面的骨架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接着就有人开始发现啦，物质的骨架，这个机器人骨架做出来了，可是只能站在那里而已啊，只能简单的活动而已，可它本身还不能够像真的人一样运作啊。所以呢，风动呢，风看得到吗？风是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提到说，翻是眼睛看得到的东西，是物质的层面。那风动呢？风你看得到吗？如果你看着空中云没有在飘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知道风在动吗？是因为看到云在动了，你才知道风动嘛。所以说，风动就是代表说，观察的人一开始第一，他是观察到物体在动，接着第二个层面，他开始观察到，一开始看到云在动，后来呢观察到了更细微的层次，就是风在吹。所以说，风本身是看不到的，可是呢，透过风吹的时候，周边树在飘，云在飘，或是说物体在动了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旗子在飘，你就知道说风起风了，哦，你知道风的方向从哪边来。所以说，风就更细微的层次开始观察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一个是物质层面，一个是开始进入了气的层面。就像中医，我们知道说人有这个肉体，但是呢，中医告诉我们说，人身体上还有经脉、穴道的存在，然后呢，血液在血管中流通，可是呢，我们人体的因为有气才能生活，才能够有生命，气在经络中流通，气堵的时候，不通则痛，通则不痛，痛就是不通，不通就是说像高速公路塞车一样，气在经络中循环运作、代谢这些东西。当经络堵塞的时候，就像高速公路塞车了、堵车了、发生车祸了，那是不是就卡住了？卡住了之后呢，代谢不顺，那就开始有痛，那五脏六腑就有疾病产生。那透过针灸，透过一些方法排除掉这个阻塞，疏解这个交通恢复顺畅了，就不痛了，病就好了。就是有中医这样的概念。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，像神秀在身心的层面修行，身就是身体就是翻动，它是物质实体，心灵你看不到，可是它会影响物质的运作，那就是风动。还有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，像圆觉经说的，人的肉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，那地就是指物质实体，就是这个帆；水就是指液体，我们人体的水分的成分。那火跟风呢，就指人体这个热能还有循环性。所以说，翻动可以代表的是一切现象、一切物体
我们初步，我们科学第一步先去了解物质实体背后的道理，接着科学进步了，开始了解电力，穴道一些无形的东西，了解电力的运作，然后呢了解这个电路的设计，然后呢设计出了软体，用软体来驱动硬体，所以就进入到了风洞的层面。那更深入的就是六祖慧能提出来的层面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下次再聊。所以说，当一切的众生都在着重在身心物质层面跟这个器界层面的时候呢，这个层面都是有差异性的。人有南北之分，有贫富贵贱之分，物体有形状之分，地水火风各有道理，各有不同。可是六祖慧能他提出了一个更核心的层面，他这个层面一提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所有的人一众骇然，因为没有人想到这个层面的存在。换句话说呢，当我们要造一个机器人，当我们要造一个生物的时候，你光是从肉体层面设计出它的肉体骨架，然后呢，你帮它接通一些电力流动，可是呢，机器人会不会活过来呢？还不会活过来，因为机器人没有佛性，没有生命力，它还是需要靠程式去驾驭它的，它还是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所以呢，人的构成是有身心灵性三个层面才能组成的。当众人都还在物质身体心灵层面探讨的时候呢，六祖慧能提出了灵性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他提出了灵性的层面的时候，所有人被他吓了一大跳。好，这边还没有聊完哈，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，那剩下内容我们就明天再聊了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